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。各路专家纷纷发出严峻警告：房地产市场崩溃，房价持续下跌，大量工厂停产，失业人口激增，这一切都将最终导致广泛的断供潮。曾经作为中国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产业，如今已处于系统性崩溃的边缘。一线城市的楼市雪上加霜，2023年深圳超过90%片区二手房价持续下跌，2024年1月更是出现北上广3市新房价格环比下滑的现象，其中深圳新房价格同比大跌约4%。这场房地产的暴风雨为中国经济扫来了毁灭性的打击，大批房企遭遇资金链断裂、烂尾楼困局、现金流枯竭等危机，不得不拼命甩卖现有库存，导致2023年全国拍卖的住宅数量高达 79.6 万套，创历史新高。与此同时，已购房的民众也深受其害。由于房产大幅贬值，他们一夜之间资不抵债，不得不面临是继续还贷遭受剥削，还是断供的艰难抉择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愤怒的咆哮并不是来自阶层最底层、家无定所的弱势群体，而是来自一大群有房有贷的中产阶级。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房地产狂飙之后，他们终于栽了个大跟头，成为这个暴雷行业的最大受害者。以深圳坪山区的豪华楼盘喜悦台为例，在2020年到2022年间，该楼盘的售价一直维持在4万元每平米左右的高位。但就在近期，开发商突然将剩余房源的价格腰斩至 2.38 万元每平米，相当于打了6折的白菜价。面对愤怒的老业主扬言要断供，开发商匆忙做出回应，声称绝未低于备案价 85% 销售，降价传闻纯属谣言。然而，开发商自身营销渠道里到处都是 2.38 万元每平米的广告，令人啼笑皆非。喜悦台暴雷事件引发了民众对房地产的剧烈不满，仿佛点燃了一把大火。在这把大火的映照下，人们终于看清了大陆房地产的真实写照，到处是烂尾楼、降价潮、断供阵阵，整个行业已经岌岌可危，摇摇欲坠。数据交出的成绩单令人胆寒，2023年全国被金融机构夺回的被迫拍卖房产高达 79.6 万套，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。统计显示，当下负债人口已高达 7.8 亿，人均负债高达14万元，负债人口中更有4亿人岌岌可危，面临年龄逾期风险。在一线城市，情况同样惨不忍睹。2023年，深圳超过90%片区的挂牌房价出现下跌。2024年1月，除上海外，北京、广州、深圳3座直辖市的新房价格全线下滑，其中深圳新房价格同比大跌超 4%。二手房市场雪上加霜，4大直辖市二手房价格全部环比下跌，深圳同比下滑更是高达 5% 以上。处在如此低迷的行情下，房地产巨头们自然拼命甩卖自救。1月份百强房企新房销售同比暴跌 33%， 2月份新房成交量也持续腰斩，降幅在 25% 至 30% 之间。眼见民众对楼市信心直线下滑，政府也亮出了重磅应对措施，放松限购、降低首付比例、降低贷款利率等等。可是这样的重拳对于已经奄奄一息的房地产来说，却只是像在滚烫的火坑上泼了一脸冷水，止渴的作用微乎其微。究其根源，民众购房热情的骤降和开发商噩梦般的陨落，都源自供需两端同时出现的根本性矛盾。在需求端，普通民众收入增长乏力，负债高企，加之对房价下行的悲观预期，购房热情自然大减。不少家庭宁可农民式恐慌观望，也不愿轻易在当下买入，生怕刚买便立马血亏。在供给端，大批开发商遭受流动性危机、烂尾楼阴霾、资不抵债的重重打击，正遭受史无前例的生存考验。为了勉强维生，
他们不得不拼命甩卖现有库存，加重了供大于求的局面，进一步催生了房价下行。更可怕的是，一旦更多开发商陷入破产，届时必将引发万里汹涌的断供潮，蔓延至整个金融体系，最终引爆更大的危机。这仿佛就是一个无底的黑洞，正在吞噬整个行业的一切。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当初被捧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沦落至此？我们不得不回顾一下这个行业的疯狂之路。上世纪90年代末，在经济腾飞的大潮中，房地产被当局定位为支柱性产业，从而掀起了整整20年的房地产狂飙时期。在这个漫长的房地产泡沫时代，大量投机资本涌入，再加上因城镇化而爆发的居住需求，房价遂一路高歌猛进。多数普通民众虽然买不起房，却也沾沾自喜地从房奴一跃成为房叔，靠着炒房赚足了钱。然而2017年起，为遏制房价泡沫进一步膨胀，政府拉开了房住不炒的调控大幕，防范通胀、防范金融风险的大旗终于高高挂起。可是就在同一时期，疫情突然爆发，沉重打击了整个实体经济。再加上多年前就积累的庞大债务，中国经济遭受了双重重击，整体低迷了下来。于是作为经济重要支柱的房地产产业也不可避免地跟着摇晃起来。2021年下半年，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公司率先爆发了流动性危机，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从此之后，整个行业像多米诺骨牌般碰撞出一阵连锁爆破，烂尾楼、断供、房企陆续暴雷，直至今日喜悦台事件更是将这场危机的矛盾推向了巅峰。有分析认为，房地产危机的根源在于当局对这个行业的过度干预，扭曲了资金配置，加之地方政府的滥权和监管失灵，终于酿成了大错。而从银行和购房者的角度看，他们在签订贷款合同时，隐性规则的设计前提都是期待房价持续上涨。可一旦这个前提被打破，便会爆发无休止的矛盾和撕扯，到最后连银行和购房者也无法幸免。现在看来，房地产这艘大船已经开始下沉，即便政府继续喊话一定要从容扭转，定能好起来的。但事实就摆在眼前，楼市的病症已经太严重，短时间内很难得到全面扭转。审视一线城市楼市就能知晓，2023年深圳超过90%片区挂牌房价直线下跌，2024年1月北京、广州、深圳新房价格环比全线下滑，深圳更是同比大跌逾 4%， 二手房价格也不例外，4座直辖市二手房价格全面环比下行，深圳同比下滑高达 5.2%。一线城市的东窗事发已经将整个房地产行业的残酷写照无所遁形。2023年，全国被银行强制夺回的拍卖房产高达 79.6 万套，刷新历史最高纪录，说明开发商遭遇的流动性危机有多么严重。另一组更为骇人的数据是，当前全国有高达 7.8 亿人负债缠身，人均负债高达14万元。其中还有4亿人正处在年龄逾期的高风险边缘，资不抵债的阴霾笼罩着他们。这样一大批半泄家庭的存在，将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，随时可能引爆全国性的断供潮。一旦爆发，将犹如汹涌的浪潮倾泻而下，过往房地产带动经济的幻象将彻底破灭。事实上，房企为维生已拼命在甩卖现有库存。上市房企数据显示，1月份百强房企新房销售同比暴跌 33%， 2月新房成交量也腰斩，降幅在 25% 至 30% 之间。再这样下去，现金流彻底断裂只是早晚的事。更为冰冷的数据是，截至2023年年底，全国1575家房企拖欠农民工工资高达 324.82 亿元，占地方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拿出的专项资金的 80% 以上。
这无疑给疲于奔命的广大农民工家庭增添了沉重债务负担。与此同时，一线开发商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更是燃眉之急。按照其公布的2023年业绩，总负债高达10693亿元，较2022年增长 7.6%。这还仅仅是冰山一角，恒大遗留下来的违规销售资金已高达2436亿元，逾期未付未解决诉讼高达1321亿元，长期银行借款及应交税费超过3000亿元。这样一堆烂账的清算将影响到整个金融系统，银行坏账有可能失控激增。而银行一旦出现连锁性危机，必将进一步放大断供浪潮的杀伤力，社会经济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。面对如此冰冷残酷的数据，政府虽然已拉响警报，但种种努力都显得力不从心。被誉为就是利器的降低首付、降息等举措，最多只能作为急救手段来维持市场的最低运转。长期来看，唯有透过资本市场的有效运作，让市场化运作重新为房地产业注入生机，才是真正的良方妙药。否则，现在实施的这些权宜之计，最终也只能是熬到整个大厦崩塌的一天。到那个时候，经济社会将不得不遭受巨大的浩劫，人民群众也将在这场骨牌效应的连锁反应中承受巨大的冲击和痛苦，谁都逃不掉。